嗨，大家好，我是美玲老师。儿童美术教学研究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已经有30多年了。从2018年开始，我开了原创点儿童美术教学师资班，目的就是将30年的经验传递给喜欢儿童美术教学的朋友，还有把这些经验留下给爸爸妈妈、老师们做一些分享。至今已经2024年，也有7年多了，很开心。这7年多来，已经造就了很多的学员。在儿童美术教学的领域上有非凡的成绩。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领域，美术系、设计系、幼保科，还有多媒体等等，还有素人。再来他们也来自不同的国家，马来西亚、香港、英国、澳洲、美国、瑞士等等都有我们的伙伴。这7年多来，我遇到那么多的伙伴，遇到这么多不同国家、不同科系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们对儿童美术教学到底有认识多少？跟大家报告一下，有99.9%完全对儿童美术教学是非常陌生的，而且甚至有一些固有的观念让他们没办法理解儿童美术教学的真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固有的观念总是让他们在教儿童美术技术技巧摆第一位，所以那些方式完全是用大人的方式在思考孩子当然讲得通吗？完全不通原创点儿童美术教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儿童画它不是教出来的，它是唤醒孩子的真性情。我们是以孩子本身的本质为主为出发，来引导孩子他内心里的真实的感情、感觉，进而感动表达一切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是涂墙壁，脑海里完全没有任何的目的，拿着红色的砖块啪啪啪啪就画下去了，哇，好开心的，把心里所有念头一股脑的放上去，太快乐，那个就是这种真性情的表现。接下来跟大家聊聊那美玲老师，那你是如何带领原创点师资班的朋友除了改变他固有的教学模式以外，又能让他教出有艺术性、有氛围性、有情感、有真性情的儿童画教学呢？我想举个例子让大家非常非常的透彻。我们要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必须从他内在去改变。跟大家分享，我在煮肉燥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个肉燥哲学在我脑海里闪过。是这样子，我们在煮肉燥的时候火候一定要大，然后要不断的翻搅那个3层肉，翻搅之后这时候肉的里面本身的水分就会跑出来，不断的溢出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翻搅翻搅到最后一沥水的时候，完全沥干以后，这时候肉的本质的那个油才会油滋滋、滋滋滋滋滋跑
跑出来，这个时候肉的本身的香气啊就会溢出来，还是一样不断的炒油越来越多，越来越有香气。这时候我们再加上米酒，把腥味给去掉。再来呢，再把酱油啦、佐味料啦放进去。你知道吗？我从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什么？我们人的旧习气啊，就有如肉本质的那个水分，一定要不断的翻炒，然后完完全全的沥干，不留下一粒水。当一粒水都不见的时候，你的本质的潜力的那块肉啊，油滋滋的感觉，潜力啊才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从中间过程中，原来我们教师资班的朋友，第一点一定要把他的旧习气给去除掉，最后那个油滋滋的香气啊，它的潜力啊才会完完全全怎么样？慢慢的显露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如肉哲学，很有趣吧？记得一定要把旧习气给去掉以后，你的潜力啊，那个油滋滋的那个本质，那个肉的香味啊，才会出来哦。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理解一件事情：原来教儿童话，我们呢是要引导孩子做原来的自己，做原本的自己。这时候他画画才能有真正的快乐，就像涂墙布一样，做自己。但是在做自己，老师你本身呢也要还原自己的本色。了解自己，你才能教好儿童话。跟大家分享了如肉哲学以后，我们就很清楚一件事情：原来呀，要做好一个老师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旧习气怎样去除掉。那旧习气去除掉以后，我们个人本质的这个潜力啊，才能完完全全的不断的涌出来呀。这都必须一点一滴的努力。再来啊，跟大家分享啊3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我们要翻转。记得啊，翻转本身啊，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是沉淀后啊的火花。再来第2点，我们要创作能力嘛，那创作呢，它也绝对不是瞬间的，它是我们酝酿后的底蕴表达。再来就是我们要表现出感动的画面给孩子嘛，对不对？那记得感动啊，它绝对不是短暂的，它一定是深刻后的情境给表达。不管你是翻转、创作或做出感动的画面，这3点呢，都要实实在在的一点一滴的累积，最后我们的做老师的格局才会大呀，我们的心呢才能开呀，才能把好的东西带给孩子，让孩子的正性情呢源源不断的表达出来。各位朋友，我美人鱼老师啊，从事儿童美术教学研究啊，已经有30多年了。它是我一生的志愿。那这个过程中呢，我写了3本书，第1本是《艺术童话国》，第2本是《童话地球村》，第3本是《原创点儿童美术教学》，它也可以说是儿童美术教学的葵花宝典，也收到行政院的文化部的一些奖励的。那现在呢，我还是依然秉持着研究的精神，开辟了这个 YouTube 频道光华美术，延续我第4本书的精神。目的呢，就是希望把这个儿童美术研究的一些精华传承给朋友。我是真心啊，希望把这30多年的研究啊，
传递给喜爱儿童美术教学的朋友。如果你在儿童美术教学真的有兴趣，或遇到一些困惑、困难，我希望你能跟我 LINE ID Fish Teacher， 让我们彼此有机会交流，也让我把我的经验呢传递给你。